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 BTC 最近为什么不大涨了？除了山寨币吸血，还有哪一些原因？当然，今年10月份 Vega 是4个小时第二次黄金交叉，从 26K 开始，天天喊朋友们要进场去追价。目前有可能它的利润也是从金叉的点位差不多 50%， 跟今年的1月份左右。空间也是非常的相似，有可能主力在这个位置也是在休息，不然我的观点，我们多头的利润还是尽量给我抱住，相信还有更大的空间。等一下几张图表知识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言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啊。除了整个市场都在关心的比特币这个周线里面 48K N 型的高点，目前压力还是压力，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包括5个月之前也是跟朋友们讲，比特币有可能在10月份会爆发，因为我是有发现比特币在历史上它的熊市跟比特币牛市第一年刚启动的位置时间是有对称性啊。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2021年的1月份，当时市场有预期美联储未来要开始加息。那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比特币在历史上如果是熊市的周期，如果行情跌下去，上面有一大片的套牢盘，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它的时间。60几周的一个套牢盘，差不多是450天左右。有可能主力在这个底部的位置，它也是需要时间不断的就是拉抬洗盘，或者是拉抬洗盘，拉抬洗盘，让很多空方觉得比特币有可能没有行情，行情要继续跌下去。其实看不懂的投资者，或者是没有做过专家，或者是没有在机构待过的一些人，一般都不懂。拉抬不是说见底完以后直接就这样子涨上去，你如果短期这样子继续涨上去，上面有很多的解压盘，它会有卖出的欲望啊。所以比特币的主力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有可能时间是有对称性啊，特别是在这个位置10月份爆发的位置，它的时间63跟这个位置就是从2021年的1月份拉到这个 48K 的高点，这个位置接近63周，然后从这一个比特币2022年的6月份开始到2023年的10月份，它也是接近63周，然后这个位置就有一根转折。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18年的熊市跟比特币2019年第一波牛市启动的位置，它里面的时间也是存在一个对称性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8年的熊市跌到这个位置，然后崩盘，这边也是300多天。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从19年大约$3000的底部，第一波涨上去，或者是它也没有继续再涨，它后面是重新再洗回来，就是这个位置的时间差不多也是300多天。或者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4年的熊市，也是存在一个对称关系啊。比特币在2014年的熊市，上方也是有一大片的套牢盘，时间从2013年的12月份拉到也是这个位置崩盘的点位，差不多时间是接近400天。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的底部，这个位置大约价格是$160附近，然后我们拉到这个位置的时间也是接近400天，后面比特币才开始慢慢进入疯狂牛市大涨的行情。所以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现在的牛市，它已经是从10月份这个位置已经启动，而且我是有看到一个现象，启动的位置里面好像也存在一个对称的关系啊。比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从这个位置9到10月份开始，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8根，既然在这个位置已经涨了7到8根，我的观点是我们先不管手上多头的利润，上面还有没有更大的空间，或者是最近才进场的朋友，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画绿圈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很像这个 48K 下跌的位置，在这个绿圈的位置，它后面价格是往上反弹的。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从 48K 开始，1、
2、3、4、5、6、7、8，它是第9根或者是也是第7根的低点，开始这边有一个反弹，反弹的空间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低点是在 25K， 那这个高点是在多少？这个高点是在 32K， 所以我有计算了一下，这个位置反弹的空间是接近 20%， 而且我们细心的去留意一下，就是 32K 的这个高点，它其实这个区间跟这个区间就是在一个箱体盘整里面啊。那现在突破，上一次有跟大家讲，有可能估计不一定会再压回到这个高点，当然我们也要防啊。但是就中线的这个位置，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高度的对称线，有没有可能类似这边涨了7到8根，然后它有一个 20% 的反弹？那现在涨了7到8根，有没有可能一个 20% 的一个下跌？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对称的规律，我的观点是中线我们要防，因为最近资金都被吸引到那一些山寨币。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如果它不往下回撤，或者是类似这个区间它盘整个5周到8周左右，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上突破？因为上方除了这个 48K 的压力，我们要记得当时比特币在2021年的8月份，也就是这一波7根的上涨到这一个头肩顶的左肩，大约是在 52K 附近，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区。然后它后面建了一个头部以后跌回来，在这个位置右肩的一个压力区，就是这整个盘整的区间，差不多左肩跟右肩的位置 52K 附近也是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压力区。所以这个 48K 跟这个 52K 可能空间距离目前是非常的近，有可能主力在这个位置不作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也是在这边看，先盘整一段时间，到底是要继续突破，还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要防挖坑以后会不会再往上突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啊，因为今年已经给大家踩中2次了，特别是比特币在1月份刚刚爆发的位置，也是希望朋友们要进场追价。4个小时里面这个 Vega 指标要怎么打开，可以去回顾昨天的视频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的1月份这个位置黄金交叉，你追价的位置交叉的位置它是在这个位置啊，就算追在这个位置，或者是硅谷银行再跌到 20K， 你有买的话，这个空间也是接近 50%。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次比特币从 26K 或者是涨到这个位置黄金交叉，价格是在 28K 开始计算，到现在也是接近 50% 的空间。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参考前面几波的行情，它涨到 50% 以后，我们要防哦，它有没有可能这种中线的回撤？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如果一波涨幅相对比较高以后，如果是有反复的在测试这个144的通道，这几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接近啊，甚至破144或者是再上去，但是没有继续创高。那我的观点，我们要防它有没有回撤这个576跟676的通道，甚至跌破这个576或者是676。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的行情，比特币其实趋势是有减缓的迹象啊。当然我的观点，长线的趋势全部都是向上，只是中期里面它测了1次、2次或者是3次、4次、5次。我的观点，我们也要观察，如果在这个位置继续震荡，不要把这个144的通道给跌破。如果跌破，那我的观点，我们去等比特币如果什么时候真的有回撤这个576跟676的通道，到时候或者是现货要买我都不反对，期货的话我们观察这种576、676的通道，甚至跌破通道的位置，有可能都是下一步继续做多的买点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